这算贫民窟吗？算，绝对算。没有，您觉得这儿还算贫民窟啊？没有比这儿还贫的，就北京啊。有人说城中村是城市的活力来源，也有人说城中村是城市的贫民窟。真实情况又是怎样呢？今天我来到了北京昌平区沙河镇的雨勋庄村，这里是一个有着7万多北漂人的城中村，住着大量的年轻人，他们在这里艰苦奋斗，努力生存，却无法保证将来能在这里拥有容身之所。不过这丝毫不会阻挡他们北漂的脚步。在这个视频中，我将分别从吃、穿、租房、出行等多个方面全面展示城中村的真实情况，让大家更好的了解，在2023年毕业季即将到来的北京，城中村到底是什么样的存在。温榆河发源于北京昌平区金都山路，上游由东沙河、北沙河、南沙河3条支流汇合而成，流经北京昌平、朝阳、顺义、通州4个区域，是北京历史上开发较早的重要河流。而雨勋庄这个昌平区著名的城中村就坐落在北沙河的北岸，相比北京朝阳区、海淀区动辄6万元1平米的房价，这里只需要1000多元就可以租一个带着冰箱、空调、洗衣机，甚至还有独立卫生间的单身公寓，再加上离沙河地铁站不到1公里的距离，得天独厚的条件让雨勋庄成为了很多人北漂的第一站。我都呆了，我一听生蚝12块钱3个，北京这地方还能有这价格？就这儿，也就这儿吧。贫民窟，这算贫民窟吗？算，绝对算。没有，您觉得这儿还算贫民窟啊？没有比这儿还贫的，就北京啊。说北京外边不算，北京市里就没有比这儿还便宜的。我这一圈逛下来，这里边啥都有，跟一个小城市一样。对，是吧？7万多人。对，7万多人啥都有。这里的生活有多便利呢？从吃穿住行到看病买药以及日常所需的一切，你都能在这里找到。这里俨然是独立于北京的一个小社会，要什么有什么。如果要说城中村给我的第一印象，那就是好吃的太多了。这里绝对是吃货的天堂，全国5湖4海的各种小吃你都能从这里找到。拍完视频的当天，我在这里吃了点烧烤和臭豆腐，味道还真不错，一点不输那些有着高额租金的店铺。
有机会我应该还会再来吃几次。说完了吃，我们再来看看穿的。虽然网络购物非常流行，已经是购买衣服的主要渠道，但这里依然有服饰商店，像安踏、鸿星尔克、阿迪耐克、海澜之家等都在这里开设了店铺，不过店铺数量很少就是了。毕竟在服饰这块，实体店铺竞争不过网络店铺。到了大家最关心的环节了，居住。在城中村买房是不可能了，这里都是土地集体所有制，是无法出售的，所以只能租。我向2位房东咨询了一下单间公寓的出租价格，也跟着一个小姐姐去看了几套房。你们来感受下房子的出租价格以及在这里生活所需要的成本吧。租房的成本包括房子的出租价格以及水电、宽带、卫生和冬天的取暖费用。水费一般是8元1吨，电费是1.5元1度，卫生费是20元每人每月，宽带是100元1个月，冬天取暖的话是400元1个月。于辛庄这个城中村之所以能聚集这么多人，最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地铁。距离于辛庄不到1公里，就是昌平县的沙河站。昌平线是连接北京海淀区和昌平区最重要的地铁线，而海淀和昌平也是中国北京互联网公司聚集最多的2个区域。而刚来北漂的年轻人大多数都在互联网公司工作，自然而然，于辛庄村就成了年轻人居住的首选之地。每到下午5点多开始，他们就陆陆续续从地铁出来，形成了回到城中村的人流，一直持续到晚上9点多10点。城中村就像这里房东所说的那样，每年总有新人来，却只有少数人能留下。哪怕有人说城中村是个贫民窟，可它就像一个漩涡，吸引着无数北漂的人来这里落脚。早上5点出发去3环打扫卫生的保洁阿姨，9点上班9点下班，用 IT 改变世界的年轻人，每天晚上都出来摆摊忙到半夜的小商贩们，还有各行各业中为了追逐梦想而努力奋斗的人们，他们都在这里生活。城中村是不是贫民窟对他们来说根本就无所谓，低廉的物价、应有尽有的商店、便捷的交通，都是他们无法拒绝在这里生活的理由。世界很粗糙，岁月也并不温柔，减少外来人口，越来越多的城中村改造，无不说明了这个城市并不欢迎来这里追逐梦想的人。好就好在这个城中村没了，还有下一个城中村。这个城市不欢迎你，总有城市欢迎你。与其等着被阳光照射到，不如自己先学会发光。生活总是需要你来做自己的主人。感谢能把视频看到这里的你们，视频制作不易。如果视频对你有帮助，订阅分享，我会继续带来更好的视频。谢谢大家，咱们下期节目再见。
雪。怎么卖呀？12块钱。哦，你给我来上3个。咋弄这么便宜？卖这么便宜？有人还说贵呢。啊？有人还说贵呢。烧烤店不都是10几块钱一个吗？烧烤店怎么了？哎，这不都是街边店吗？那东西不少呀。拍两下啊，不影响吧？看着这新鲜。技术很多的嘛。啊？肯定新鲜啊，都是当天现挑的。现跳的，从哪儿进货呀？釜山。是当天的货。就是还送外卖。你这不就端走了吗呀？啊。啊，有店是吧？后边自己的那个桌子，啊，支个桌子。这还得烤一会儿吧？生意好吗？我都不知道这晚上这么多人这儿，是吧？好还是？我在这儿吃吧，我就在旁边吃得了。3块钱可挣不了啥钱呀。你价格太低，12块钱3个，我就在这儿吃得了，我就在这儿吧，在这儿吃。
还临时送个外卖，会挣钱啊，有路子。微信收看12元。